欢迎收看第11607北京不静音。最近呢，网络上流传着这么几张图啊，让大家觉得这个人民公社啊、上山下乡这些政策是不是又要回来了啊？我们这个倒车能不能开到那个年代？今天给大家理智的分析一下啊。首先是第一张图啊，大家看，说这个1958年啊1月9号，毛主席签署1号令。就是开始建立这个户籍制度啊，农村户口啊，未经允许不准进城等等的，那么代表着从此啊，这中国又回到了农奴时代了啊。这毛泽东这个倒车开的厉害啊。这张图是不是真的呢？我们得这么说啊，就是户口登记条例啊，1958年1月9日通过的。而且确实是以主席令的方式公布的啊，但是从来没有就正式文本啊，没有叫过说毛主席1号令啊，没有这么个名称啊，这个是网络上的一个夸张吧。还有呢，就是你未经允许啊，如果你进城了，可以对你逮捕劳教啊，也没有这样的一个条文啊。那我们接着看第二张图吧啊。这样一张图啊，流传也很广，说是新华社发的啊，广阔天地大有可为啊。一会儿我们详细讲这句话的出处。稳就业、促就业啊，这张图呢实际上是真的啊，这是真的，就是确实是今年2026年7月10日新华社刊发的啊，并且呢放在了稳就业、促就业的这么一个栏目里啊，是一个通讯报道。但是还不算是强制的一个下乡的命令啊。当然，这个刚才那句话啊，会勾起大家的这个关于知青的这一段历史记忆啊。我们一会儿来细讲。好，接着我们看第三张图啊。这张图呢，就是引导更多的大学生啊，成为叫新农人啊。这张图也是真的。但是呢，是一则旧闻啊，这个是民生周刊2023年4月3日的文章啊，3年前的。那内容呢，就包含这个受访者啊提出来，就是我们要兼顾大学生就业啊，以及乡村也有人才需求啊，这两个结合在一起，号召这个年轻的这些毕业生们啊，成为新的叫新农人啊，不叫农民了，新农人。好啊，一会儿我们再细讲啊。还有第四张图，先看完这图啊。这图呢叫一村一辅警，一村一食堂啊。就说现在中国每个村都要配一个警察，每个村呢还都要建一个食堂啊，每顿饭只要3到5块钱。那这就容易让人想起这个大锅饭是吧？人民公社啊，那这个是不是真的呢？这个不是啊，这是一个网上的一个拼接图了。实际上，正式的这个全国性的公安文件的表述是说，一村一警啊，这个我们待会儿细讲啊，也没有说每个村都要建一个食堂啊。目前包括一顿饭3到5元钱，没有这样的正式中央文件了。现在啊，好，我们这4张图啊，我们现在详细讲讲这个背后的一个逻辑啊。我们刚才说的人民公社啊，上山下乡有没有可能再回来？我觉得，因为把这4张图啊，刚才讲这些放在一起呢，它能形成一种很具有冲击力的叙事，是吧？是不是我们要回到毛泽东那个时代？我觉得从哪儿讲起呢？从这个第一张图吧，啊，就当时建这个农村的户口这个制度是吧？其实当时并不是说你绝对不可以进城市啊，这个农民啊，但是你去干嘛呢？你离开你的家乡，你跑到一个城市里去，跟现在这个时代不一样，可没有什么我打个工啊，我还能什么活下来，不能。当时是我并没有架起一个这个栅栏不让你进城市，但是你进到城市，你很难在这个城市里合法的、稳定的活下来。所谓合法的，你没有这个证件啊；稳定的就是你根本就没地儿住，没有东西吃
所以当时形成这个我们叫这个城乡二元制度啊，形成这个壁垒的不只是一个户口啊，包括户口当时背后你代表着粮食供应，对吧？你每个人的口粮都是要靠国家供应的，还有这些住房啊，这些医疗什么这些都不说了啊，这都是完全区分开的，所以这就完全限制了农民你在城市活不下去啊，是这么回事。那人民公社是什么呢？对吧？那你不能简单的想成就是一个公共食堂啊。做一点点小的普及啊。1958年，当时中国在搞大跃进啊，那种背景下迅速建立的，就短短几个月啊，特别快，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内，全国74万多个农业生产合作社74万多个被合并成了26000多个人民公社。那就是这些农户啊，你要参加这个人民公社啊，一共有大概1.2亿户啊，不是人口啊，是按照家庭单位的户啊，1.2亿户，基本就是全国99%以上的农户都参加了。核心的特征啊，概括为就是2个词啊，叫一大二公和政社合一。什么叫一大二公呢？这一大就是指这个组织规模巨大啊，公就说这个公有化啊，迅速提高公有化啊，你包括很多农户的这个一些财产都上收了啊，更别提什么生产资料啊，牛了、锄头了，反正所有这一切啊，全都收归集体所有。包括你什么时候去种地，这个安排啊，这些分配全都由更高一层的这个统一安排啊。那什么叫政社合一呢？就是这个共产党的这个基层行政权力和你这个农村的这个经济组织合为一体了。所以人民公社不只是管你种田你可以想象成是一个包含工、农、商、学、兵学校、幼儿园甚至敬老院还有公共食堂全都囊括在内的一个小社会当时的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的一些文章也都说了，毛泽东就是曾经设想要把这个人民公社办成一个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一个综合社会单元所以公共食堂呢，为什么成为人民公社的一个非常鲜明的记忆不是因为大家一块很多人吃饭而是因为就是你家庭最基本的生活功能全交给了这个集体组织，所以你的口粮是吧，完全不由你一个一个家庭来掌握了你的劳动生产分配吃饭全都放在这一个组织一个制度里。那所以我们如果现今这个时代我们判断说人民公社有没有回来，当然不是靠这4个名称来判断它可能叫别的名字，而是从本质上判断这种制度有没有回来你不能只看说这个村里是不是又建了一个公共食堂是吧？你要看生产财产分配和这个行政权力是不是又被同一套组织统一控制。那当然今天的中国农村目前还没有到这个地步，对吧？还是一种家庭承包这种制度是吧？所以还要再观察这个当然了，就是整个现在中共的治理逻辑是在往毛泽东那个时代走的我们一会儿给大家细分析。好，当然第4张图一村一食堂，这不是真的现在还没有这个事情。但是呢，确实2023年经过国务院同意由这个民政部等11个部门印发过一个叫积极发展老年助餐服务行动方案，有这么一个东西就是要解决高龄的独居、空巢留守、失能老人的吃饭不方便的问题建老年食堂什么的。那这个事情从出发点来说肯定是好事儿，是吧？但是你现在其实还并没有普及所以我觉得批评的方向当然不是说你这个国家说我要为老人提供一顿饭，这个没什么可批评的，对吧？而是说我们要关注的点是你提供的这项服务是不是自愿的，这个很重要，对吧？是不是可持续的
包括这个过程的每一个环节，你是不是透明的？你是不是有贪污腐败了？你这食品安全行不行啊？等等，你是不是又成了控制每一个这个中国人的一些条件，对吧？我给你口饭吃，但是你得有一些条件，你又去控制人了，不能这样，你得能选择我可去可不去，对吧？你也不能说我这个食堂建了，那你每个家庭的这个口粮都得给我上交啊，我又全都给你管起来了，这也不行，对吧？所以，而且你还得看，你比如说你地方财政能支撑得了吗？困难的时候啊，你别今天办得好好的啊，老人有口饭吃了，明天困难了就又没饭吃了，又饿肚子了，对吧？包括还有呢，刚才说这个一村一辅警啊，这是怎么回事？这个也不能算完全虚构啊，因为也是公安部在2023年啊也印发过一个叫《加强新时代公安派出所工作3年行动计划》啊，就提出来到2025年底啊，就是要这个一村一警全覆盖啊。那当然就不可能说你每个村永久的配一个这个正式警察，这个编制太大，你配不了，对吧？它是一种什么呢？就是很多地方就确实采取了叫一村一辅警的这个方式啊，就是辅警嘛，你稍微做一些这个治安巡逻呀，给村民们做个什么反诈宣传呀，其实它就是收集信息啊，有没有什么，然后去上面去报告啊，这个村有什么异常啊，有什么人口这个流动的异常等等，它都要报告这些信息。所以呢，其实这个你可以理解成就是把警务啊和这个中共想要的这个信息收集就下沉到这个村庄的最末端，这是一种治理方式，对吧？当然呢，这个事情我们也不能说纯只站在批评的角度，对吧？因为你村里比如有个警察、有个辅警啊，有些问题呢，确实也是有方便之处的，对吧？但是呢，你从另一个角度看，这是一个权力边界的问题，是吧？因为中国缺乏独立的这种监督体制啊，所以最后这个辅警啊，会不会成一个村霸啊？他会不会权力没人监督啊？会不会在这个过程中发生更糟糕的事情？这个中国原来都是有历史的，是不是？当然，一村一警也不代表人民公社就回来了，是吧？但是它代表的是什么？就是这个国家的治理力量正在以一种更细密的方式进入到这个村庄和网络啊，这个和当年的人民公社的政社合一还是有点不太一样，对吧？这个我们还是要观察。好，接着我们来聊聊啊，这个广阔天地啊，我背后这个背景图今天选的大有可为啊，这个为什么让人就想到上山下乡呢？刚才给大家看第2张图，对吧？那是一个真的，确实是今年啊7月10号新华社发的，是吧？那个叫什么万千青年啊，在基层淬炼别样青春啊！你看这个措辞写的，实际上就是给你们发配到农村去了啊！你就是基层治理、支教、支农、支医啊，包括这个边疆地区工作的这些安排。那当然，这篇文章本身只是一个通讯稿，还不是正式的中央的命令啊。那么，这个还是有自愿性的，是不是？但是呢，我们来讲讲这句话是哪儿来的，好吧？广阔天地大有可为，出自1955年啊，毛泽东，他呢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啊这篇文章里边说的原话啊，说。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这就是广阔天地大有可为的出处。那我们都知道，50年代中期啊，其实就文革之前啊就已经开始了。就这个上山下乡不是只有文革时候才发生的，那是一个大规模的，但是在50年代中期就已经开始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了啊。最初的原因就是这些城市里啊城镇的这个就业压力大，人多啊
你满足不了就业，全是这些年轻人，对吧？这政府压力多大？好，全都发配到农村去啊。当然，农村也有对于这种文化知识的需要啊，两边都有需要。那当然，高潮就是1968年，就是文革时期啊。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啊传达毛泽东的这个指示啊，指示的原文是说，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由此啊，这个上山下乡就进入到一个大规模的高潮。据这个官方的党史资料记载，就文革期间的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总数有多少人呢？1600万。所以今年2026年，新华社这一篇稳就业促就业的这个又用到这一组词广阔天地大有可为，就肯定唤起这种大家的历史联想吧。所以这个不只是一种理想了，广阔天地大有可为，这是一种就业分流技术嘛，对吧？那包括结合第3张图让大家成为新农人，是吧？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事情呢，就是因为就业压力大呀，对吧？就业压力大，你想想，包括所谓的这个3支1扶这个计划，这计划就是说从2026年到2030年，就未来这几年每年选派36400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去，到西部去服务支教、支农、支医包括这个乡村振兴、基层治理。那5年合计要发配多少人？发配这个词我们打个引号，发配18万2千人。当然，这个数字你和当年文革时候那1600万没法比，是吧？但这可能只是一个开始吧，可能只是一个试验，对吧？好，那我们聊聊呢？你说今天算不算是这个上山下乡 2.0 呢？这个文革恢复也还不能算，对吧？严谨来说我觉得你如果现在把所有到农村去的这些年轻人都叫新知青的话，好像也有一点不合适，是吧？因为他们可能还有自愿的程度，有些人就是被洗脑了嘛，自愿去，对吧？有些当然他也是从现实角度考量的，城市确实没有机会，那我去赌一赌农村有没有机会？跟过去那个时代不一样，过去是毛泽东一纸命令，你必须去直接就全发配过去。所以旧时代不给你选，但是呢，我们也不要被现在这个新时代，好像你有很多选择，被他所蒙蔽，因为呢，很有可能就是表面上你现在讲究一点人权你是有一些自由的，但实际你最后发现，只有那一条路走得通，其他看似是路的，但你都走不通你就因为国家它会有这种政策倾斜，对吧？或者说我们讲，即便不政策倾斜，当你困难的时候，一个正常的国家是要有一些救济制度的，那中国没有，对吧？或者说他给你的救济制度就是给你往这个农村引这一条路所以你会发现你只有那一个选项能走得通，那这和过去的强制你就得去，本质上其实也没太大区别，是吧？那我们今天讲回一个最核心的问题为什么说现在的中共这个治理逻辑和毛泽东那个时代很像呢？我们从这几个方面给大家详细的分析第一，把农村当成城市压力的一个这个泄洪的池子，或者蓄水的池子50年代的上山下乡那你从一开始就跟这个城镇就业压力相关呀。那文革时期也是这样嘛，因为整个城市的这种教育就业的秩序被破坏了大量青年就送到农村去。那今天也是一样，中国的这些城市经济结构房地产下行，民营企业包括一些外资撤走什么的，巨大的年轻人的就业压力那农村和这个基层就再次被赋予了一个扩大这个就业承载力的这么一个功能。这个是官方文件里就直接这么用我刚才说的这个话不是我总结的。所以农村需要人才这个城市要溢出来就往这个地方去，等于就变成了一个吸收多余人口的缓冲区。就这样的一个治理模式城乡2元制的
这是从毛泽东时代到现在，中共这么多年过去了，经历改革开放没变过，这是最可怕的啊。好，第二种就是把结构性的困境啊转化成是什么呢？说你是青年的思想问题，对吧？那就经常说嘛，年轻人为什么不愿意吃苦？是吧？你为什么脱不掉这个孔乙己的长衫？你为什么就非要留在大城市？你为什么不愿意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为什么不能放低身段？对不对？就党没党开就这么宣传啊，对吧？所以这个政府和经济体系，你这个本来你是有政府啊，你是有创造工作岗位的责任的，你政府你就应该干这个事儿，你有这个责任。但是现在呢，他把这部分责任甩锅了。甩给说你是你年轻人的观念问题啊，你脱不下长衫是你的观念问题，你找不着工作是你的观念问题。他就说不是我们的经济问题啊，不是我们的政策问题，是你的价值观问题，明白了吧？所以不是说这个城市没有你的位置，而是你没有理解什么叫广阔天地啊。所以他就要求你的青春要到农村去接受淬炼啊，这种语言有毒是吧？因为他不是完全在撒谎。那人当然你在艰苦环境里是可以获得成长的，这话没错呀，对吧？农村也确实需要人才，但是呢，它有一部分的或者很大部分的真实真相，它并没有说出来，是吧？就是你这个什么各种待遇啊，你的人生梦想什么能匹配吗？对不对？那第三种这个毛泽东时代的这个治理逻辑啊，到现在还在用的，就是把服务与控制放进同一套的这个基层网络里，对吧？老人食堂是吧？辅警，农村的这些设置啊，网格员，掌握每个家庭的情况。其实这些东西在新疆啊，就是大家所熟悉的对待这个维吾尔人呀，对待这个其他的这些少数民族啊，已经试验过了。啊，当然，现在它这个试验的这个成果可以向全国去推广。这些网格员，他都甚至可以专门负责每个人啊，负责几个家庭啊，轮番的到这个家庭里去住，去了解情况，都可以做到这个份上。就在新疆都可以做到这个份上啊。那人民公社啊，你那个时候是把这个行政啊、生产、生活直接合并了。那今天如果说人民公社2.0，那会是什么样呢？它不一定还会叫人民公社，对吧？因为这个词太敏感，可以换一个词儿，或者它不用起名字，它就直接通过这些数字平台啊、网络，这些警务啊，你这些信息的联网，对吧？它不一定再像过去似的，因为过去没有这些东西，毛泽东时代没有这些互联网，它没有这些手段，科技手段没有，它就得靠这些组织的合并。现在表面上可以啊云淡风轻的，但它在后平台去整合信息就可以做到了，一样的，啊，旧的时候是依靠这些公分啊、户口本什么的，用这些管理，那现在是资料库嘛啊、网络什么这一样的啊，所以这个逻辑没有变啊。好，第四个逻辑就是说，这是最重要的啊，大家认真听啊，就是说国家的需要，它要优先于你自己的每个人的个人的人生。这毛泽东那个时代的最核心的一个治理的想象啊，就是你个人没有什么你个人，你应该服从这个国家的安排啊，到国家最需要的位置。你在哪儿生活，你做什么工作，你接受什么教育啊，甚至你吃什么饭，一切都不是你私人能够选择的。都是这整个国家意志的国家计划的一部分，这是毛泽东那个时代最恐怖的地方。那到今天为止变了吗？这个理念没变啊，其实没变啊。这些宣传呀，这些政策慢慢的出来啊，习近平这个时代后续还会有很多的事情，大家等着看，你就会发现。什么到基层去，到西部，就这种宣传，对吧？其实延续了毛泽东那个时代同一套的，就这种道德排序。什么叫道德排序？就是国家的需要优先啊，你国家先确定我的政策、我的5年计划、我的大方向、我的意识形态，国家都先确定好了这些条条框框格格，然后每一个人，你把你自己的人生放到这个格子里，去和那个国家意志
找齐对齐。那我们知道，一个真正自由的社会来说，就是你要尊重每一个人的志愿嘛，对吧？尊重每一个人的自由嘛。但是在中国实际上是做不到啊。好，那现在这几个事情我们捋一下啊。那就是58年的时候开始搞这个户籍制度，对吧？等于把农民就固定在农村了。你的这个城市身份啊，还是农村身份，和你的就业、获得粮食、福利什么都是完全匹配，严格控制的。那改革开放之后，有很多的这个农村的这些青壮年进城务工，对吧？那但是他们的这些福利啊、医疗啊、养老啊、教育什么都并没有完整的进入到城市，对吧？城市获得了农村这些劳动力，那农村甩给农村的大量的老人呀、儿童啊，甚至整个空置的这个村庄，是吧？这些福利都是空洞。那好，那当现在城市啊又难以容纳啊这么多人的时候，又来了，这些人又全是牛马嘛，全是资源，全都又赶回到农村去啊，基层去，西部去，又开始用什么广阔天地这一套历史语言了。那面对空心化、老龄化、治理资源不足的这个农村啊，然后国家就赶紧把这些什么公共食堂啊、辅警啊、网格化管理啊、平台数据，就这一切啊，这些治理手段啊，就下沉到这个村庄去。所以放在一起看，这个图景就比较完整了，对吧？就是农村，就是你整个城市的一个就业压力的分流区吧，老龄化和家庭照料不足的一个承载的地方，是吧？也是这个国家基层治理深入到这个社会末端的一个最小单位了。青年啊，引向基层啊，这些东西，警务下沉到这个网络，你说这是人民公社吗？我觉得这个可能比人民公社更本质一点，这就是农村被重新组织了，对吧？重新组织啊。我觉得这一套重新组织啊，就习近平时代的这一套东西啊，比毛泽东时代那个人民公社还要更怎么说呢？更专业一点，对吧？它就是这个整个这个运作，它这个整合更高度整合了它这个治理网络啊。那我觉得什么时候我们才能真正的说啊，人民公社2.0来了，或者上山下乡2.0来了呢？我觉得还是得看一些本质的东西，这也是我希望就是中国人啊去盯着去看的，这跟你的利益息息相关呀！啊，你要看到那个，不要听那些相似的语言，什么广阔天地大有可为，那只是一个口号。你要看的是本质的东西有没有改变。第一，你要看土地和生产，对吧？农村土地这些农具产品收入什么的，是不是逐步的从现在这种家庭自主经营啊，又变成由这个行政组织统一经营、统一核算啊、统一分配，有没有往这个趋势去走？你要当心啊。第二，你要看，比如我弄这些食堂啊什么的，是不是自愿的，对吧？我是不是也可以在家做饭？我是不是也可以不去食堂？还是说，如果我领低保或者我领一些养老补贴，我因为领你这个福利这个政策，我就要和你这个公共食堂这个政策就深度绑定了，我就必须去了等等，这个要看，这个也很重要。那第三，你要看说赶这些青年去农村，他们可不可以拒绝，对吧？还是说学校实际上有这个 KPI 啊，有这个下乡名额的有这个比例，有这个考核率，对吧？你整个和你的档案、户口、考公，甚至这个社会信用啊，全都绑定在一起，是不是干了这个事情？当然了，到有一天如果他就直接强制命令了，上山下乡，那肯定是来了，对吧？那第四呢，还得看，就是说你能不能退出，对吧？我们前几期节目有讲过，人很重要的一个退出权，就是你参加了这些项目啊，你能不能解约呢？依法的，对吧？我能不能换职业？我能不能回到城市，而不被有一些惩罚？是不是？这个也要看。第五呢，还得看就是你这个警务，对吧？你不是网格化管理了吗？你要看看这个边界，对吧？就是说，警察你应该处理的是这个犯罪和公共安全问题，对吧？但是如果说你同时
你还要承担我要进行思想审查了，我要政治甄别你这些群众啊，我要打压你这些上访者，甚至我就是监控着你这个村里有一个意见人士什么的。就如果干到这个份上，你肯定是跨过了这个警务的边界了。这个也是中国人应该去识别的。那第6点呢，就是看政府提供的一些公共服务，你是不是带一些附带的政治条件，对吧？你是不是必须得向这个党国表忠？你是不是要加入一些组织啊？你是不是要接受一些不平等的一些条款，你才能够获得这些养老、医疗和这些救助？是不是这么去换的？你当然，你看一个政策，你不能只看一个名称，对吧？你必须得问一问，就说我能不能对这个政策说不？那我即便接受了，我能不能自愿的离开？还是说不啊？在那个点上说不，对吧？然后第3个问题就是说，那我说不之后，我会不会受到惩罚？我会不会失去一些我最基本的权利？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那我觉得最后我们说，你现在网上就是流传的啊，就特别情绪化的说啊，人民公社上山下乡都回来了，我觉得还不能算，对吧？还没有。那怎么看呢？我觉得这个问题就是说，还是要看这个，就是你这个国家的需要啊，和你个人的人生目标的这种排序和他的一个治理的理念，这个是我觉得这个是最关键的啊，这个是最关键的。所以，真正的广阔天地吧，我们讲啊，真正的广阔天地是你有各种各样的权利，就是你有权进城啊，你也有权留在城市里，你也有权回乡啊，回到农村去，这都是你的自由，这才叫广阔天地，对吧？你可以进入到一个集体里，一个组织里啊，但是你也有权保持你的独立啊，这才叫大有可为，对吧？你不必把你的自由交出去，你就可以享受这些公共服务，这是一个正常健康社会应该有的啊。我觉得一个人的你的这个人生的位置啊，不应该由户口本决定啊，这是中共它不是建制以来就不是49年就开始干这个事儿，对吧？58年开始干这个户口这个事情，这个事情是应该废除的啊。而且当然了，肯定不能由一个时代的这个政治需要来决定你的人生。但实际上现在在这个习近平时代，越往后你会越看到，你的人生啊，尤其是年轻人的人生啊，已经退休的那个就是基本就是领这个养老金啊，然后就生命就结束了啊，慢慢的。那其实对于大量的，包括中年人啊、年轻人，你会发现后面你的人生实际上就是由这个时代的政治需要决定啊，这个我觉得是最可怕的地方啊。好，今天就聊这么多，感谢收看、订阅、分享。